冷水池和热水池哪个让人更难受？谁能坚持到最后出来就能赢得1000美金？阿伟和乔治选择了冷水池，里面只有10度左右，好像掉入了冰窖里。黄毛和大叔选择了热水池，50度的热水明显很烫人，黄毛感觉快被煮熟了。两个水池的温度几乎超出了人类的极限，如何才能泡到最后赢得比赛呢？主持人提出新的比赛规则，25个盲盒里藏着奖励或者惩罚，想要赢就看运气了。阿伟选择了13号盲盒，里面是一个挖掘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只见一辆挖掘机开进了场地，满满1斗的冰块，意不意外？要了老命了！这一大斗冰块不偏不倚全部倒进了水池里，温度急剧下降了4度。阿伟被冰到怀疑人生，他没想到节目组下料这么猛。大叔选择了8号盲盒，里面是一个铁桶，而且装的还是100度的热水，热上加热，黄毛又被回锅了一次，他细皮嫩肉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乔治选择了1号盲盒，还是惩罚的盒子，主持人将20块雪糕倒进了池子里，还要求他们每人吃掉1块。阿伟浑身颤抖，不情愿地吃着美食，而热水池的2位想吃却吃不到。这一次黄毛选择了3号盲盒，里面是一个灭火器，难道是要帮我们降温吗？只是这种方式也太不礼貌了，但好像确实比之前凉快多了。轮到冷水池了，阿伟选择了19号盲盒，灰色的盒子代表着安全，没有惩罚，他的运气还不错。大叔选择了2号盲盒，又是一桶热水，主持人特意倒在他们身边，一点也没有浪费。乔治这次选择了9号盲盒，里面是一个浴盆，代表着满满1浴盆的冰块，主持人毫不犹豫地倒进水池里，阿伟骂骂咧咧地跑去了一边，而乔治1秒也不想多待，他受不了寒冷，主动放弃了比赛。黄毛继续选择盲盒，还是惩罚的盒子，一大盆热水倒进了水池里，温度再次上升了几度，他们被热得头晕脑胀，难受至极。阿伟这次选择了25号盲盒，很幸运又是安全的盒子。大叔选择了14号盲盒，又是一桶热水，主持人不小心倒在了黄毛的身上，火辣辣的烫感席卷全身，他再也受不了，跳出了水池，黄毛也被淘汰了，比赛只剩下2个人了。这次阿伟选择了20号盲盒，又是一大桶冰块，他咬牙坚持尽量放空自己，而主持人非要让他脑袋清醒，被冰块包围的感觉太难受了。大叔继续选择盲盒，还是惩罚的盒子，他必须在热水里憋气1分钟，本来就已经热得头晕呼吸不畅，很难再继续憋气，他只坚持了20秒就露出了头，挑战失败，奖励1桶热水。主持人提醒他开始第2次尝试，大叔不耐烦地钻入了池底，这次他只憋了3秒就不行了，头蒙蒙的好像中暑一样，他直接跳进了冷水池里，放弃了比赛，再憋下去恐怕就要吃席了。阿伟赢到了最后的胜利，他浑身颤抖，几乎超越了身体的极限，这次的挑战也太难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选择冷水池还是热水池呢？